最近因为忙着搬家，又碰上新年，很久没有更新视频了。没想到会有不少朋友因为看到我的更新频率放缓而发来信息关心我的近况，真的非常开心，也很感动。想想原本做视频只是纯粹的信息分享，希望给初来乍到有需要的人一些帮助，却因此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也算是这1年多来意外的收获了吧。言归正传，今天想聊的话题也和第二家园买房相关。在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打算办理第二家园，但是并不希望一次性投入一大笔资金去购房。那么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其实这种情况也可以考虑购买期房。虽然马来西亚的房子性价比非常高，但是按照第二家园买房的最低标准，槟城是60万令吉，吉隆坡是100万，一次性的投入也不算小。不过如果是期房的话，就可以按照发展商的建房进度分批支付款项，以缓解资金的压力。若是二家申请成功后再购买期房，那么和购买二手房是一样的政策，同样可以享受提取二家存款账户内的金额用于买房。当然，期房与二手房不一样的是，因为房子还没有建成，所以看到的只有图纸和样板间，无法看到屋子的实况。另外，因为一般需要等个3到5年才能拿到钥匙，会担心延期交房怎么办？不过有个相对可行、降低风险的办法，即挑选马来西亚的大型发展商。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提前购买，期房有时会给到一些比较诱人的额外折扣，所以如果能挑到可靠的发展商的话，期房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今天就一起去看2个我觉得还蛮有亮点的期房样板间吧。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位于乔治市的项目，永久地契，10分钟以内的车程就有丰富的商场和医疗资源，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大型开发商加持，省去了后顾之忧。这个楼盘和我们之前看到的大多数马来西亚楼盘规模类似，也是分 A 栋和 B 栋，最高44层，中间由设施层相连接。9楼和10楼是设施层，除了健身房、泳池、烧烤区的标准配套，还预留了迷宫花园、香料园、空中花园、天际线观景台等特别的配套。这是1206方尺到1518方尺大户型的3房2卫设计，共有6个房型的选择。因为面积大，所以价格也会高一些，最小的户型也要100万令吉左右。进去样板间，一进到底感受一下房屋内部结构吧。到底是大3房，每个房间给人的感觉都很宽敞。客厅、主卧和次卧的窗户外面是一个连通的超级大阳台。坐在这里，看着茫茫大海，抿上一口咖啡，好像也不用特意跑去外面的咖啡店了。要说这个项目不够理想的地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在乔治市，所以会离大部分的国际学校稍微远了一点。如果没有学校的需求，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再看看这个项目，位置在丹绒槟榔，也是我一直提及的外国人居住最多，即便不开车，生活也便利的区域。当然，这个区域离大部分的国际学校也就比较近了。从硬性标准来说，同样也是大型开发商的项目，永久地契。再来具体了解一下，因为占地面积不大，小区只有1栋楼，却有614方尺的 Studio、1087方尺的2房、1625方尺的大3房等5种房型的选择，最高40层的楼盘，38楼以上是屋顶花园和丰富多彩的设施层。
因为8楼是一个带花园的休闲区域，所以在这一层的屋子，同样的房型竟然有了带花园房型的别样选择。因为面积大小各异，所以房屋的价格选择也是丰俭由人。最小的户型完全符合2家购房的最低标准，甚至是包含了家具和家电的全装修房，所以还是相当有吸引力的。不过因为最小的户型是 studio， 对于普通家庭的居住来说可能会偏小了一些。这里就要提到这个项目的另外一个亮点了，这个楼盘属于 service apartment， 可以做 Airbnb， 也属于第2家园可以购买的项目。再加上发展商还推出了房屋包租、承诺最低租金的保障计划，这样的话就更值得用心考虑一下了。这是一个1+1房型840方尺的样板间，一起看一下，感受一下内部结构吧。总的来说，二手房有二手房的优势，买卖周期比较短。不过期房也有期房的好，全新的房屋还有保修期。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分享了，希望这些想法可以开拓一下大家的思路。俗话说，没过15都是年，这里就借着槟城热热闹闹的舞狮子，祝我的朋友们天天开心，万事顺意。我是 80s Easy Life Vlog， 谢谢你的耐心观看，下次我还会在这里继续和你分享我们在槟城的生活点滴。